毅和杨志分手，注意杨紫的反应，分手是没有办法的。近日，一段电视剧拍摄的幕后花絮引起了观众的热议。这段片段中，男主程毅和女主杨紫在拍摄分手戏时的搞笑互动，让人忍俊不禁。观众惊叹于这对搭档的化学反应和幽默感，也不禁好奇其背后的故事。程毅和杨紫这两位中国影视界备受瞩目的演员，不仅以出色的演技而闻名，更因其默契和爆笑互动而受到喜爱。此次在拍摄电视剧分手戏时，两人再次展现了幽默和化学反应。程毅在拍摄分手戏时的表现实在是太搞笑了。和杨紫接吻后，他突然提出分手，他此时的表情和举动都显得十分可笑。杨紫在镜头前表现出惊讶和困惑，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这样的情节让人大呼过瘾，忍不住想知道背后的故事。导演的手法也增添了场景的幽默感。导演鼓励两位演员演得更疯狂，不要拘泥于剧本。这种创新的拍摄方式为演员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，让他们在拍摄中发挥创意，带来更多笑点。不仅如此，观众还发现了一些幕后的小细节。程毅接吻后的撅嘴，原来是他出轨的表现。这被敏锐的观众发现了，也让人们更加欣赏演员们的专业精神。杨紫对于分手场面态度坚决，无论是戏内还是戏外，她都决心不放手。程毅和杨紫之间的默契在拍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剧中两人的互动和搞笑表演也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友谊。程毅的演唱表现超出了观众的预期，引人发笑。杨紫的震惊和傲慢的表情也为整个场面增添了色彩。印象最深的一幕是程毅认真地称呼杨紫为影原皇帝，这个戏谑的标题也透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杨紫乖乖地伸出手，却被程毅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。这一幕让不少观众笑了。程毅和杨紫的互动不仅限于现场，幕后的搞笑互动也很受欢迎。两位演员的化学反应和幽默感使他们成为片场的活生生，每次互动都充满欢声笑语。不得不承认，这种默契是他们成功演绎角色的部分原因。总体而言，程毅和杨紫在拍摄分手戏时表现出了爆笑的幽默，这也让观众更加喜欢他们。他们的默契和专业精神让这一集令人难忘，也让观众期待他们在以后的合作中再次展现默契和喜剧风格。无论是戏内还是戏外，程毅和杨紫都是讨人喜欢的演员，他们的互动也让人看到了影视圈的温暖和欢乐。程毅拒绝做杨紫的哥哥，关注杨紫的反应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陈翔夫妇真实没成名时的关心是最真诚、最难得的。程毅对杨紫的真心和用心一直让人感动。在杨紫心里，程毅一直是他理想的伴侣，他希望将两国关系从好朋友发展为情侣。杨紫、程毅、秦俊杰从拍《青云志》就在一起了。那时候，杨紫和程毅的友谊最好，私下相处的时间也最长。然而，程毅是一个害羞的人，不敢主动向自己喜欢的女孩表白，因此他错过了机会。虽然后来杨紫和秦俊杰走到了一起，但是程毅内心肯定很受伤。毕竟秦俊杰和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但结局却截然不同。然而，神爱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如果这是注定的，无论如何他都会聚集在一起。程毅对杨紫的深爱从未改变，多年来一直把杨紫记忆在心里。沉香如片的出现，再次让大家看到程毅的严厉只有杨紫的温柔。虽然杨紫在片场拥抱了程毅，并称他为兄弟，但程毅的表情却流露出困惑和不可置信。他模仿着导演的嘴部动作向导演解释，仿佛在问搭档为什么叫他哥哥。车无意对于他喜欢的女孩被当作兄弟对待的感觉感到震惊和困惑。更奇怪的是，导演在安慰和程毅时，似乎很明白他的心。杨紫一直搂着程毅的脖子，程毅也很享受这种近距离的接触。有敏锐的网友注意到，这个动作在剧中也有出现，只不过剧情比较悲惨，没有那么甜蜜。戏里，杨紫抱着程毅哭了，但幕后他们却在笑。程毅还嘲笑杨紫，问他验蛋是什么蛋，是鸡蛋、鹅蛋还是咸鸭蛋？杨紫被他逗笑了，他忍不住双手捧着程毅的脸，叫他哥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在戏里哭得那么伤心，
在幕后笑得那么开心。如此严肃的拍摄，对于这部电影的导演来说，确实是困难重重。程毅和杨紫都是喜剧演员，他们总是使用片场角色的台词，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，总能将戏剧效果发挥到最大。杨紫问程毅做了什么梦，程毅害羞地回答：“你心里就没有什么想法吗？除了你，你还是你。”这样的甜言蜜语简直就是甜言蜜语，这是程毅个人的情感表达。正片中的他说话总是强硬，比钻石还要强硬，从不承认自己有梦想。但杨紫仍然在梦中想象着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生，生下了孩子。他们在成名之前就互相关心。程毅依然保持着对杨紫的偏爱，在娱乐圈，这样的诚意和坚持确实很少见。现在两人都更加成熟了，时机也比以前更好了。现在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也是他们以后相聚的时候。程毅这个只会拍戏的人，自从前段时间看了《荷花楼》之后，就经常看程毅的视频。我越看他越觉得好笑，同时我越看他越觉得困惑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他在银幕上和银幕外真的是分裂的，就像两个或更多的人。多年来，他出演过许多电影，是一位多产的演员。我看过他的很多剧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表演还不错，甚至还不错。至少这是很自然的，而且看起来就像你正在做的那样。他的标签之一是悲伤王子，他的大部分戏剧都是虐待狂，他扮演的几乎每个角色都是悲剧性的。他英俊的外表加上忧郁和痛苦，确实很让人心疼，很容易让人感动。但《荷花楼》里的李莲花却比之前的人物要平和一点。虽然他也是一个被虐的角色，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，这个角色变得更加透明、开放，被人看不起，甚至有点哲学。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和这部戏剧。剧中他和小宝以及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场面真是令人感动。当我这样写下我的回忆时，我仍然有想再看一遍的冲动。句号。剧中的他是那种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改变别人磁场和心态的人。他有深度、同情心和爱心，还有幽默、才华、能力和智慧。角色虽然已经设定，但演员仍然要了解角色的感受和心理，理解台词和意图，才能配合合适的表情和表演。如果一个演员两手空空，没有内涵，那么大部分角色的演绎就会少了几分趣味。但是当看到程毅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时候，这种认知就彻底被打破了。因为现实中的他真的很可爱，脸上那副什么都不懂的天真无邪的样子，真是让人又好笑又好奇。有趣的是，他长得好看、可爱又天真。我很好奇他怎么和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没有关系，感觉他和剧中的角色完全没有任何联系。在综艺节目中，他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尴尬又着急，反应也比别人慢。他就像一个心地纯洁的大男孩，是那种努力认真但还是跟不上所有节奏的人。有些人觉得他看起来很别扭，和剧中的不一样，所以他失去了粉丝。但更多的粉丝更加喜欢他，认为他并不傻，而是清晰简单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傻子。甚至有人把他概括为除了拍戏什么都不会的人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在综艺里动作慢了几拍，看起来什么都不懂，因为看起来他的心思是真的投入到拍戏上了。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也说，他不玩他的手机，拍戏时除外的掸手机，有时手机关机了不能上网，他也不在乎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欠费了。拍戏休息的时候，他选择发呆。我觉得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剧中人物的情感冲突太高，卷入太深。他在戏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静下来，需要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休息。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他在综艺节目中什么都玩不了。我的心思不在别处，只在电影里，只在角色里。我要么在思考新角色，要么还沉浸在旧角色中，要么一直沉迷于拍戏，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。如此看来，他真是敬业又难得，所以这种名痴并不令人讨厌。毕竟大多数人喜欢他，都是因为他饰演的一些角色。不管综艺节目有多好，最好能拍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。毕竟他还是被贴上了演员的标签。
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天赋，为我们带来更多感人的角色和作品。至于如果他除了拍戏什么都不会，那他就不行。毕竟他只需要知道如何拍摄哦，而且他也长得非常好看。